云云正式成为花宗之主后，萧炎就让云云帮忙找了一处净室炼化古灵冷火去了。古灵冷火的整个炼化过程，相对于其他的几种异火，可以说是相当的轻松加愉快了。当然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药老啦。1个月后，净室之外的3位美女都等得有些许焦灼的时候，萧炎出关了。不仅实力达到了4星巅峰层次，还因焚诀进化成准天阶功法引起了天地异象，一时间整个花宗乌云盖顶，电闪雷鸣。花宗的大长老一看着动静儿，十分欣慰地笑了，自己的选择很明智呀。仙陨阁宗主是半圣，其少宗主天赋不凡，还星月自家宗主，花宗未来可期。此时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，玉气立于半空的萧炎也十分的高兴，因为焚诀进化成准天阶以后，他就感受到体内斗气的运转速度比以前狂猛了10倍不止，就连在能量的吸纳、炼化、容纳等等步骤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终于不用再担心施展毁灭火莲以后就陷入虚弱状态了。你这家伙要在这里发呆多久？一道无奈的轻柔之声在耳边响起，萧炎一抬头就见一绝美的面容。萧炎笑了笑，随后一把抓住云云的玉手。小混蛋，你耍流氓还上瘾了不成？云云瞬间就红了脸，有些羞恼的道。又是大庭广众之下，像什么话？云云心里道。没成想听到这话的萧炎愣住了。天地良心，他刚刚只是想帮云云看看体内的斗气封印。知道真相的云云先是松了口气，随后又觉得有些羞窘，就瞪了萧炎一眼。萧炎无奈一笑，然后就仔细检查起了云云体内的封印情况。该封印十分的强横，凭借云云的实力想要破解封印，将这些浩瀚斗气纳为己用，那可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。花婆婆许是担心云云若是晋升得太快会导致根基不稳，想让云云慢慢来，可惜她却低估了人性的贪婪。一名8星甚至9星斗尊所遗留的毕生斗气，那可是一个相当诱人的宝藏啊！要是遇见实力强悍、心思不正的人，云云就会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。萧炎提议将封印破开一点点口子，尽快将这些斗气炼化。云云自然是知道萧炎的担心，可他拿封印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萧炎看着云云有些懊恼的样子，没忍住笑道：放心吧，封印的事儿交给我来，我会将此事解决后才离开，不然的话也实在放心不下。云云看了看面前微笑的青年，突然觉得有个人依靠的感觉真的很好，轻吸了一口气，压一下心头的软弱情绪后，云云轻声道：谢谢。萧炎却皱起了眉头，直勾勾地盯着云云道：需要吗？听出萧炎不爽中略带怨气的情绪，云云突然就是展颜一笑，萧炎一下子就被晃花了眼。3天后，云云的房间内，萧炎准备为云云撕开一点封印，双指并驱间就唤出了融合了古灵冷火后的新异火，随后就是双指如电，重重地点在了云云的背上。不曾想异火的高温直接就将云云背后的衣物焚烧成了一片虚无。感受到猛然间变得凉爽起来的后背，云云没忍住惊叫了一声：凝神，自己护住经脉，我要破解封印。萧炎凝重之极的喝声随后传来，云云只得强行压住内心波动，随后迅速凝神。与此同时，萧炎那焚烧着火焰的手指再次点在了云云的后背上。与上次不同，这次云云光洁的背部瞬间就出现了一个紫红色的斑点，而一股股极度炙热的火焰就顺着这个斑点源源不断地钻进云云体内。异火的闯入令得云云吃痛，连忙运转斗气，将一条条经脉包裹，才略微好受了一些。此时萧炎已经控制着异火抵达了云云体内的那处封印所在，略作整顿后，萧炎便狠狠地对着那坚固的封印撞击了过去。两者相撞间，云云的娇躯就是一颤，体内的斗气在此刻剧烈地震荡了起来，一阵阵的剧痛之感不断地从体内弥漫而出。然而这只是开始，封印的坚固出乎了萧炎的意料，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控制着异火，小心地在云云体内冲击。一道道低沉的声音不断地在云云体内响起，云云紧咬着银牙，并未发出半点声音。直到萧炎察觉到他所攻击的那一处封印开始有所波动，萧炎心一横，一咬牙就将一股异常浓郁的火焰送进云云体内，旋即刮起道道火旋，狠狠地撞击在那有所波动的封印之处。这次的撞击前所未有，强
强悍的劲气直接从撞击之处弥漫而开，云云的脸瞬间变得苍白，旋即就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不过随着鲜血的喷出，一股极度强悍的斗气波动猛然间自其体内暴涌而出，瞬间就将萧炎触着云云预备的手指生生地震了开去。云云原本微闭的眼眸睁开的一瞬间，前方不远处的桌子直接就爆裂成一团粉末。风一裂开了吗？看到这一幕的云云开心极了，猛地看向萧炎，却见对方神色古怪地看着自己。云云愣了一会儿后，突然觉得有些清凉，低头看了看自己，云云瞬间就将被子裹在了自己的身上，是先前的斗气爆溢震碎了自己的衣物。云云裹好被子，见萧炎还盯着自己，不由得红着脸羞恼的道：“你还看？”殊不知那单薄的被子披在娇躯上，红着脸的模样足以让得不少男人当场鼻血狂飙啊！萧炎干咳了一声后，极为镇定地收回目光，却忘了重启脑子，开口便说道：“这可不关我的事儿，是你自己挣开的。”给云云气的，这混小子占了便宜还喊冤枉。好在萧炎对危险的感知力还是在的，看着云云有发飙的迹象，连忙就转移话题，问云云感觉怎么样了。云云没好气地表示，封印的确被撕出了一道裂缝，从中涌出的斗气刚好在自己所能炼化的范围内。萧炎听后表示那便好，随后又道：“云云还年轻，有了花婆婆留下的斗气，日后若再碰到什么大机缘，说不定能成为斗圣呢。”云云听到这话愣了一会儿后直摇头，自己能够在这些年中飞跃达到斗尊层次，已经是老天最大的恩惠了，斗圣什么的自己想都没想过。萧炎却在此时笑着说道，自己仇家多，而且个个都是凶悍的主，云云若是能够成为斗圣强者，自己在大树底下好乘凉呀。此话虽是玩笑话，却精准地击中了云云，他有些心疼这个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少年。想起魔兽山脉的回忆，云云将自己全部缩进了被子里，轻声地说道：“我会尽快炼化花婆婆的斗气，花宗我也会花心思慢慢地控制。她想成为她的后盾，帮她分担一点点，她一个人背负的太多了。”突然听得云云这有些莫名其妙的话语，萧炎愣了2秒钟后就明白了云云所想，一时间竟然是无言以对。半晌后，萧炎从纳戒中取出一个玉瓶，交给了云云。玉瓶内是离火丹，每一枚丹药里都是有着一丝异火之力，有加快炼化速度和锤炼斗气之功效。交代完怎么使用后，萧炎才道自己要离开，明天就走。毕竟在这里停留太久，容易引来魂殿的强者，到时将云云与花宗拖下水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。不过云云日后若是遇见了什么不能解决的麻烦，可以尽管到星陨阁来找自己，云云自然是不舍得啦。不过他并非是不识大体的人，表示自己明白以后只嘱咐萧炎万事小心，并未做任何挽留。望着萧炎离去的背影，云云却是在心里暗道，这么多年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小冤家呀。既然摆脱不了，那便为了你再次尽力一回吧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。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